这枪确实是武器，要是宋虎把枪亮了，说话不滚龙，让我听你的，等你当了大哥再说。我叫曹满，一个被乱世捏造的怪物，也是被欲望吞噬的傀儡。我曾以为只要踩着别人的血爬上高位，就能挣脱命运的枷锁，可最后却发现自己不过是一颗被时代洪流碾碎的棋子。我曾是侯杰手下的副官，这天我们刚拿下登封城，他便开始和我讲起了大道理。你要记住，当你占上风的时候，如果你不下手，等人家喘过气来，死的就是你。我表面崇拜他的杀伐果断，内心却鄙视其虚伪，因为每次打完胜仗，宋虎都会第一时间赶来分地盘，侯杰对此却束手无策。可宋虎根本不把侯杰放在眼里，还冷嘲热讽道：“一个小小的货龙，就这么大的排场，我还以为是你出殡呢。”他的嘲讽不仅侮辱了侯杰，更直接贬低了我们拼死攻城的功绩。这楠楠是越长越乖了，越来越漂亮，这么好的女儿可不能让别人抢走啊！咱这娃娃亲呢，就这么定了。娃娃亲？什么时候定的？现在定也一样。怎么，你不同意？面对宋虎的挑衅，不同意就跟我打一仗啊！侯杰却只是笑了笑。此刻我将侯杰的隐忍解读为无能，并开始谋划如何借机上位。隔天，洋人送来了一批全自动机关枪，子弹扫射的瞬间，我仿佛触摸到了绝对力量的实体。我们要80架，怎么算？当得知洋人想以造铁路为条件免费赠送机枪时，侯杰果断拒绝。枪我不要了。将军，枪我不要了。我们去江东，我相信宋虎将军会有兴趣。我深知宋虎的贪婪与狠辣，便想说服侯杰收下机枪。大哥，这枪确实是好东西，要是宋虎把枪亮了，以后跟我说话过过脑，让我听你的，等你当了大哥再说。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对侯杰的忠诚不过是权力游戏的幻觉。帮我安排一个饭局，娃娃亲。我表面毕恭毕敬，实则反叛的种子已在心中萌芽。聘书我已经亲自交到宋司令的手上，他很高兴，或许是感受到了宋虎的威胁，侯杰决定斩草除根。挑3是个好的，先到中岳楼准备好。我早已看透军阀间虚伪的同盟关系，他不死，我睡不着。我表现出真心赞同，实则借机推动侯杰与宋虎内斗，大哥赢，从而为自己上位铺路。恭喜恭喜！大哥，我去准备聘礼。我表面暗示侯杰一切照计划行事，实则一边安排府兵准备动手，一边向宋虎通风报信。眼见事情败露，侯杰决定先下手为强。看着2位不可一世的大军阀如困兽般搏斗，我感受到一种凌驾于规则之上的掌控。伴随着枪声响起，我安排的心腹如饿狼般从四面涌出。慌乱之中，侯杰抢了一辆马车，朝山下逃去，最终因马车失控摔下悬崖。我顺理成章地接替了侯杰，并除掉了所有侯杰的心腹。现在是我的时代，你懂吗？我将枪炮视为权力重塑的终极工具，于是我勾结洋人，召集各路军阀，希望他们同意让洋人造铁路。要真是为了建铁路，老子没话说。我就是担心那些洋人只是挂着羊头卖狗肉，暗地里做些见不得光的勾当。看曹蛮今天这个态度，那是跟洋人商量好了，根本就没打算听我们的意见。哼，走。他们的质疑动摇了我的权威，我选择用暴力镇压，以重构权力秩序。跟我做朋友还是敌人，你们自己选择。我的威胁行为既是向洋人递交投名状，也是清除内部障碍的功利性策略。后来我才得知，建铁路只是洋人的借口，实则是想偷挖国宝。为了换取更多的枪炮，我选择和洋人合作。为了防止工人走漏风声，每次挖完，我都会将他们灭口。我试图用暴力手段确保利益链的无菌化，从而巩固权力机器的运转。这天，我的手下在掩埋尸体时被侯杰撞见，是，原来他没死，还当起了和尚。你们干什么？
侯杰还活着，侯杰还活着。侯杰的皈依象征着对过往罪孽的忏悔，而我却选择用更深的罪恶掩盖内心的恐惧。他的存在让我感到不安。为除后患，我立刻举兵前往少林寺。你教过我，人占上风的时候不下手，死的是自己。我记得，这曾是你教给我的生存法则，如今成了刺向你的刀。你先把兵撤了，我跟你走了。他那高高在上的姿态，仿佛让我感觉到自己仍是那个被他支配的副手。我需要一场公开的羞辱仪式来证明自己彻底战胜了他。我帮你找到，留着他的命，好让你们夫妻团聚。我试图摧毁侯杰真实的一切，正如当年他随意践踏我的尊严一般。后来我才得知，侯杰受尽百般屈辱，实则是在为解救工人拖延时间。司令，少林和尚抢走了国宝，然后救走了难民。侯杰与少林和尚的默契配合，让我陷入被戏耍的耻辱中。我必须用更极端的暴力，向洋人证明失控只是意外。他是你的话都不听吗？走啊！第二天，我率重兵包围少林寺，意图通过武力彻底铲除反抗势力。我要让天下人知道，慈悲永远挡不住我的炮弹。曹瞒，快醒醒吧，不要像我，犯错了之后才懂得觉悟。我曾受教于侯杰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，如今他却劝我放下屠刀，但我早已迷失在权力的泥沼中。我一直坚信，历史是由胜利者改写的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侯杰在少林寺参禅悟道，武功竟早已超越我。我输了。我假意认输，实则等待侯杰放松警惕。我瞅准时机，再次起身攻击。我试图向他证明，你的慈悲永远敌不过我的狡诈。就在这时，洋人突然下令炮轰少林寺，而我却顾不了这么多，一心只想取侯杰性命。随后炮弹再次袭来，一根粗大的房梁从我的头顶掉落。关键时刻，侯杰竟毫不犹豫地将我推开了，自己却被房梁砸中。我一生信奉人性本恶，认为侯杰的慈悲是虚伪懦弱，但当侯杰以命相护时，我的世界观被彻底击碎。我试图挪开房梁，奈何又一发炮弹袭来。待硝烟散尽，我跪在断壁间，望着他残破的躯壳坠入佛掌。此时我才明白，原来你宁死也不和洋人合谋，不是因为懦弱，而是早就看透他们用铁路啃食山河的野心。这一生，我握刀斩尽兄弟情谊，以为屠尽敌手便能高枕无忧，却不知自己早成了洋人枪炮下的走狗。而你却以死叩开地狱之门，把慈悲烙进我的骨腹。原来屠刀斩不断因果，佛不渡执念，只渡悔恨。